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3号。昨天美国降级的消息是震动了整个市场，导致加密货币大幅的下跌，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比特币。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可能会感到非常的迷茫或者是不安。不过我个人觉得还是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揭示一下其中蕴藏的一些风险或者是投资的机会，包括这张图表里面的一些技术知识点，以及最近鲸鱼的动向。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还是先来看一下程序交易的信号，也没有信号啊。程序上一次是在31,670美金给了一笔做空的建议，Go short, sell high。有兴趣的朋友，我的观点是你可以等啊，这一个30分钟的程序我是免费开放在 Discord 社群上面。不过我个人也没兴趣去做空啊，昨天的视频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昨天价格的波动啊，遇到利空的消息，昨天价格也是跌的。美国被降级，有时候短线市场往往有可能会过度反应，但机会有可能往往都是在大跌的位置，包括前面的一些硅谷银行的事件，或者是 FTX 交易所崩盘的这个低点的位置，有做的一些多单，都是在大跌时候出的大机会。至于美国被降级，比特币短期的影响，我个人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啊，长久以来朋友也都知道，能来这个加密市场的朋友，我是相信有大部分的人是不认可法币体系，感觉或者是觉得法币非常的腐败，因为劣币会驱逐良币，所以既然机构都不看好一个国家或货币，就像公司的股票或者是人的信用，当市场不认可时，有可能就会发现被驱逐的良币反而是好东西，就比如比特币啊。所以长线我个人观点就是利好比特币，像上一次在这个低点的位置跟大家讲的一个道理，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倒闭，现有的法币的银行都会倒闭的情况下，传统的金融体系的那一些资金要去哪里？有可能资金就会转到比特币这一个市场，很多人可能买的就不会卖掉，或者是一直拿着。因为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劣币驱逐良币啊？历史上有这种事件，就是一些国家他们发行的那一种金属的货币，铜币也好，或者是金币也罢，它在里面掺杂一些杂质的金币，然后以等值的面额在市场上流通，所以就导致劣币就是掺杂杂质的金币也好，或者是铜币也好，以等值的面额在市场上流通，所以就会导致劣币为什么驱逐良币？劣币大家在买卖的时候就是全部用劣币来买卖，然后真正有价值的那一些金属货币，比如说黄金，有可能就会收藏起来。所以这个道理就是一样，法币我是相信能来这个市场的很多朋友相信都是不认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币体系，所以长线还是尽量看好这个比特币。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技术形态啊，有可能还是在震荡，就类似昨天有提到的一个观点，进攻它不一定会再深入，类似前面的这种箱体，也就是有几个破位的位置返回到箱体，有这种大涨，但是它不会再深入，就是上面是有压力，现在也是一样，回进去又破位，那我的观点有可能短期还是在震荡，明天要留意一点，上一次不是有一根大跌的 K 线，然后第二天它是遇到多方抵抗，所以现在是有利空的情况下，这边是一根也不算大跌哦，包括程序的信号 31K 给出来，到现在我个人是觉得好像比特币也没有大跌啊，就像上一次几个波动动不动都是上面到下面5000点的一个波动，现在最多就跌了$2000啊，所以明天要留意一下，因为上一次是有多方抵抗，那明天的收盘要留意一下，它如果这个位置有利空，因为感觉也没有跌多少，所以明天要观察一下，既然是有下跌，明天到底会不会又遇到多方抵抗啊？然后一些支撑位还是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箱体，比如说这个箱体的 28.8K， 它的支撑还是存在的哦，包括这个 N 型高位28K 左右的支撑也是存在的，只不过现在整个中线还是一样，上一次在 31K 的高位有跟大家讲过，就日线里面是有一个1、2、3、4、5，包括当时在这一个高点的位置也是有讲过，周线里面是有背离，
现在有可能整个中线都是在修正，但是就现在的 ABC 调整来看，好像它下跌的空间也并不是很深啊。我也是在计划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压回到这个位置，还是一直在埋伏，能不能压回到这个位置？如果不压回的话，有可能还是选择继续等。然后我们今天要再来思考一下，也就是最近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最近价格是跌下来，那有没有像前面几次波段的低点位置，最近鲸鱼有没有像之前跟大家提的这些位置都是有鲸鱼在买入啊？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鲸鱼钱包排名的地址，最近有没有鲸鱼或者是巨鲸在做买入的动作？就是这一波下跌，从 31K 到目前的 29K，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版，比如说第一名到100名左右的，没有很明显的，比如说哪一只鲸鱼买一个1万枚或者是5000枚以上的，像这个鲸鱼可以不用去关注啊，这好像是币安的一个地址。那么可以看一下还有没有，都是500枚的、1000枚的、200枚的。所以刚刚也是看了一下，最近鲸鱼感觉是没有动作，然后这一只36名的这个位置是有1万多枚哦。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参考性并不大。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好像有发现5到6只鲸鱼都是在最近转了或者是买入，是不是7000枚左右啊？可以看一下第一版的100名左右的，基本上没有动向啊，有可能是不是也是觉得比特币这一波调整是不是空间不够，还是说时间不够？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聊到。然后我们观察一下第二版的100名到200名左右，也是没有动作。不过看到第三版的这边有好几只鲸鱼都是最近7月份，比如说212名的是不是买入7000枚，还是说转过来的？是不是有可能鲸鱼是在集结？因为不是这一只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还有，比如这一个229名的也是7000多枚，或者是240名的这一只鲸鱼也是7000枚左右，包括这个247名的也是接近7000枚，还有250名的也是7000枚，而且时间都是在最近7月份左右啊，包括这个6500多枚的也是7月份。或者是这个7000枚的也是7月份。然后我刚刚是有点进去这5只鲸鱼里面他们转账的那个 block， 我是发现并不是同一个地址转到分散到这几个钱包的，所以也不排除有没有可能是在买入。而且第三版也是有发现啊，反正有兴趣的朋友，我等下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评论区。那既然是不是有鲸鱼在这边买入或者是在集结，为什么比特币价格却不涨啊？然后我们要来聊一下，也就是这一张图表周线里面，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要大涨或者是分流再涨10倍的行情，目前的条件可能是还不够，是不是要等到10月份以后，还是说有没有可能在明年减半之前，比特币会不会首先突破这个 48K？ 因为现在就整个技术形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线里面2条非常重要，也就是我很看重的，一个是红色的这一条20的均线，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条白色的100的均线，100周的均线哦。因为这一条100周的均线代表的意义，也就是100周之前买入的成本。那我们可以画一个时间去观察一下100周之前时间是在哪一个位置，在这个区间哦。还有一段时间有可能会来到这个高位，包括这个区间，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100周的成本，我相信是有一些筹码没有在这个位置杀干净。所以比特币为什么在接近 31K 或者是 32K 附近停滞不前，可能就是因为上面还有一些套牢的筹码，主力是觉得这个位置强拉上去有可能会有解套盘的卖压，所以有可能在这边有调整的需求，或者是继续横盘震荡的一个需求。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